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。这个案例呢，说实话也是跟电视盒有关啊。前几天呢，我在某一个电商平台买了一个电视盒。这个电视盒有什么作用呢？它是可以双系统的啊。一个系统呢是可以看电视啊，还有一个系统的话是可以玩游戏啊。收到货之后呢，打开来看，结果我发现怎么是二手的？怎么会是中国移动啊？按照正常的话，它不是。这种电视盒的话，肯定是有自己品牌嘛。你找代工厂加工的话，也是有贴上自己标啊。那我就很好奇啊，怎么打开是这样的？难道他给我发个二手货吗？啊，好，我继续发现啊，里面的话东西的话就是一个 HDMI 线、网线的费用啊，废物都是啊，没有什么用的啊。还有一个小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电池的外包装啊。你按正常的话，新的机器吧，肯定是电池的话，你新的东西啊。那他肯定是测试过了，这个也算了。我就是认为啊，这个机器怎么会你给我发个二手的呢？我就很好奇，接着往下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是什么类型啊？拍的照片啊，照片呢显示这个型号呢是 JXV10啊，是一个型号啊。后面的话还有个小型号 B 啊863AV3.1啊，这个不管它啊。后面我才知道，这个盒子呢是一个。非常好用的盒子啊，它里面是2G 的内存，8G 的存储。正常来说的话，这个盒子的话，里面芯片非常好啊。它的芯片呢是一个金城的一个芯片，而且这个芯片是3A 的啊。后面呢，我查了很多资料啊，说明这个就光带3A 这2个字啊，跟不带3A 2个字就相差10块钱啊。对于一个几十块钱的机顶盒来说的话，相差10块钱的话，等于说这个比重是非常大了啊。而且这个盒子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呢？它本身是中国移动有一个叫摩百盒的服务啊，这个服务呢，比如说你办了移动套餐，他送你个机顶盒，这个机顶盒呢，前面几个月可能给你免费使用啊，到后面的话可能要收费了啊，或者说你家老人的话不小心点了一下啊，被收费的案例也很多啊，那所以说呢，这种有点坑在里面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中国移动的产品呢是不差的啊，不卡。那很多的话，这种产品默认的话，它是只能插这网线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要刷机之后啊，才能打开这个 WiFi 功能以及安装其他的外部来源的应用。那简单来说啊，这个是好容易刷固件啊，本身的硬件又非常好啊，所以说这个盒子呢，基本上啊，移动公司呢一开始贴钱做这个生意啊，有些如果说你留下来这个盒子的话，二手的话是很值钱的啊。前段时间的话，我还在一个小区群里面看到有人在收这种盒子啊，中国电信的，他说要带4K 标的啊。那我猜想这个生意估计也跟这个差不多有关啊。好，继续看啊，我拍的照片不算很多啊，他还送2个手柄啊，这2个手柄的话是充电款的，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话卖新的价格的话大概40块人民币左右啊。这个盒子啊，这个就是移动的盒子的话，大概是在网上卖80多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只是120是吧？还有一个硬盘啊，这个硬盘是50G 的硬盘，这边120的话，这50G 硬盘的话大概是50块人民币啊。你可以买个硬盘盒，里面买一个二手的硬盘，这样装上去的话大概50块人民币，总共的话大概170啊，170。当然我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手柄是新的啊，这2个硬盘跟那个盒子啊是旧的啊。这个盒子说实话价格还可以降低一点啊，因为我今天也买了个盒子，在闲鱼上买的啊，大概是55人民币吧。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便宜了25块钱啊？那等于说它的成本嘛，可能是它批量去收货的话，肯定是便宜啊。那我粗略估计啊，这个成本的话大概170左右。那就算它150好了啊，150成本或者160成本好了，那他卖我275人民币啊，包邮到家，那5块钱算运费好了。270它减去160的成本啊，那大概是110的利润啊。这个利润率在这个电商平台这样的环境下啊，是非常高利润的产品了啊。这个遥控器的话本身就有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硬盘拆开了包装之后破的啊，我还向他反映了，我就纳闷这个怎么是二手货呢？感觉啊，其实这种二手不二手都无所谓了啊。好，打开这个电视盒啊，默认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是我点进这个全部应用里面的，这个已经不是首页了啊，它里面默认安装了这些应用啊。这些应用的话都是看电视用的啊。那我觉得看电视这个没话说啊，这个差不多吧，你自己可以装啊。最关键啊，这个系统应用里面有个叫切换系统啊，这切换系统，当然这个盒子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有蓝牙功能啊。有些盒子的话，便宜的盒子啊，40多块钱的盒子是没有蓝牙功能的。那这个切换系统，你点进去之后啊，它就可以帮你切换成一个游戏的系统啊。所以说它这个盒子收过来之后，
这个肯定是旧的盒子嘛啊。我看到网上有回收这种盒子的啊，大概在38、35左右啊。很多人搞不懂嘛啊，他们回收盒子干嘛？35、38收货去，估计卖给二手商家啊，比如说在电商平台做这种刷机盒子的人啊，手里估计就40多、50多啊。那你要像这个10多块钱，在30比重的话，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它从硬件成本来说，就是160块钱卖出去的话，通过刷机的方式卖出去之后，能增值到270啊。那增值率的话是非常高的啊，而且刷机过程不是说很难啊，非常简单啊，在网上视频有很多教程。这边的话是我打开一个设备信息啊，就很简单的设备信息，主频是 1.8 的，内存是2G 的，下面呢这个闪存是8GB 啊。这个如果说闪存大的，它就不需要用硬盘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说这个闪存有64GB 啊，或者说128GB 的话，你可以把一些游戏装进去，你就不用外接硬盘了啊。当然的话，我还以为这个盒子有多么大功能，我问他能不能玩 GTA 啊，他说可以玩 GTA 的。我看了一下，里面是 GTA 的话，它是一个通过 PSN 的这个模拟器啊，圣安地列斯或者说唐人街这种是可以玩的，是比较老的版本啊。系统硬件版本啊，金城科技啊，超清 4K 芯啊。这台机器呢，在网上我也看了很多评价，说它这个芯片特别好，不会卡啊，超强芯片不会卡。那安卓990的版本啊，好，这个就是一个首页啊，首页的比较简洁，全网通啊。默认的话，有些移动的这个盒子啊，有些是没有 WiFi 的啊，只能移动的这模板和盒子吧，他找了好多家的这种代工厂帮他加工啊，有长虹的，有中兴的啊，也有其他的。那有些的话，默认的话，它只能插移动的网线啊。破解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有 WiFi 功能。当然，有些是默认硬件是没有 WiFi 芯片的啊。有 WiFi 芯片跟没有 WiFi 芯片回收价差10块钱啊。那这边的话，它就有一个看电视啊，这个就无所谓了。反正这个有切换系统啊，它就这个钱呢、赚就赚在这个能切换系统啊。一机双用，能换成游戏盒子。游戏呢，我拍了没多少照片啊。这个的话是一个老版本的，一看1993年的游戏啊。它这个是个导死版本的游戏，叫模拟城市啊。那我其实里面的话有很多 bug 啊。那你这个本身手柄的嘛，你这个东西没法运行啊，没法载入，或者说这个鼠标用的嘛。当然的话，你可以外接鼠标去玩这游戏，我觉得不太好用。除非你用鼠标啊，除非你用鼠标。我呢，对这个机器评价嘛，就是说它这个有2个 USB 接口啊，因为我这个是显示器，不是电视机啊，三星的。我买了2个小的，这个音响的话是要接电源的啊，要 USB 电源的。那这个显示器背面又没有电源啊，那我只能插这个电源插到这个电视盒上有个 USB 接口啊。它这个 USB 接口呢刚好是2个啊，2个呢它默认的话，一个要给手柄用，一个呢是要给这个硬盘用，那刚好没地方插了，是吧？那这也是麻烦事情，除非你又要搞个插头啊。外接电源啊，这个是导死的一个模拟器啊。你看这些游戏吧，基本上都这样子啊。游戏，反正的话，默认来说的话，就是很多都街机游戏啊。我街机游戏的话没有拍照片啊。这个就是全景图啊，打开了之后就这样子的啊。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，EMUELEC 这个模拟器啊，你看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啊，不能去销售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东西呢是网上都是开放的东西，网上 GitHub 里面都有这种程序啊、源代码啊都有啊，都开放的。然后商家呢，就是说呢，从网上把这些东西刷机啊，变废为宝啊，然后呢增值了这个利润，不赚到这钱了，就开机这个画面。当然的话，它也有一些修改啊，比如说修改一些引导页面啊，里面图片啊，加这个自己的二维码啊，这样的话变成好像是自己做的一个东西啊。其实说实话，都是网上拿来去修改的啊。好，最后来说一下啊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过程啊。这个游戏体验下来吧，就有一些游戏啊不太适合啊，尤其是这种电脑模拟器、PC 模拟器的这种游戏啊。那如果说玩街机的话，问题不大啊，而且运行还是非常流畅的。那这个是出现个 bug 页面啊，这个 bug 页面出现之后呢，你就不得不拔电源啊重启。那反正来说啊，这个商机啊，就是在于你回收这个电视盒子。把它刷机啊，就卖这个钱啊，就刷机过程就值这个100多块钱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看那个人卖了挺好的啊，但是
它那个商品图片啊，跟这个完全不符合，所以说呢，我拿到这个货都这时候呢，感觉就是像拿到二手货一样。事实上呢，它这个图片的话是个新的东西啊，新的机器，可能做了个效果图吧。